明天刑期一满就可以出狱了。6年了，从进来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在等待着这一刻。哥，马上就能见到你了。每次都这样，他越是好看，我越觉得抬不起头。嘿嘿，别闹，看小说呢。结婚1年，从新婚之夜到现在，他就从来没醒过，治了这么久也没用。如玉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有事说事，往我身上爬干什么？我弟弟出狱了，我想把他接到家里来住，你看？什么？劳改犯？你哪里来的弟弟？你不是孤儿吗？说来话长，我老家在偏远的贾家村，小的时候，我爸妈在海城打工，在垃圾桶边上捡回来一个孩子，就是二虎。二虎小时候还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，后来爸妈都不在了，我考上大学，他为什么坐的牢？砍人，把人给砍残了，被判了6年。杀人犯呀！你平时老实巴交的，你弟弟怎么会杀人？他不是我亲弟弟。那又怎样？你这懦弱的性格都是生长环境造成的。他跟你在一个家里长大，性格能差到哪儿去？他真的和我完全不一样，不然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多大了？24岁。哦，坐了6年牢，出来才24岁。他18岁就杀人，不过也是被逼的。算了算了，她就是个太妹，咱们惹不起。什么惹不起？隔三差五这么闹，谁受得了？你看咱们小区这么多人，谁敢管她呀？忍忍就过去了。哼。西西，你弟弟什么时候出狱？啊？明天。行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接。真的？你不是太妹人渣吗？回头让贾大龙这杀人犯弟弟来治治你，看你还嚣张不嚣张？今天晚上哪来的自信？最近我一直在调理，刚刚还喝了药酒，说不定能逆风翻盘。哎，下次我再加把油。哎，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去省城呢。乖乖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孙花、吴金华跟他比，至少被甩出去几10条街。在这里，这个美到了极致的女人，居然是贾大龙的妻子。这人的目光怎么如此犀利？就看一眼，脚底都直冒凉气。我天天在大学给学生上课，什么样的目光没见过？可这种能戳进人骨子里的眼神，真是第一次碰到，太刻骨铭心了。二虎，
什么事？真的是你，二虎，我是哥。你看你离开家时还是个孩子，现在成了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了。真是个狠角色，这趟没白来。如玉，快过来！二虎，这是你嫂子。如玉，这就是我弟弟贾二虎。晕死！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会嫁给贾大龙？当年的吴金花呢？被他踹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接你回家呀。哪个家？当然是海城的家，我和你嫂子的家，现在也是你的家，咱们的家。对不起，我家在贾家村。我去，果然是杀人犯，一点情义都没有。就算不是亲兄弟，哥哥跑这么远来接他，连句好话都没有，好像谁欠他似的。原本还指望他对付楼上的太妹，现在看他俩半斤八两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别到时候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，叫什么叫？你好心跑100多公里来接他，人家理都不理你，还死皮赖脸追上去干什么？不是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什么不是？不就是个劳改犯吗？拽什么拽？走，回家。怕什么？你好歹是他哥，我是他嫂子，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天，这哪是人的目光？要是目光能杀人，我早就死100次了。二虎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嫂子她不了解情况，其实她人特别好，一听说你要出狱，二话不说就跟我一块来接你了。二虎，二虎，贾大龙，你个怂货，还有点男人样吗？在单位受领导同事的气，在小区被女流氓欺负，现在倒好，跑到这来受弟弟的气。男人做到你这份上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我真是疯了，当初怎么就答应贾大龙接他回家，还跟着跑来这里？二虎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天，这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味道。这一拳要是打过来，我的脸肯定得变成披萨。可奇怪，我居然一点都不害怕。跟贾大龙那种不像男人的人过了1年，我倒要看看太像男人的他能把我怎么样。想守寡是你的事，凭什么咒贾大龙？他这是在维护贾大龙，可他刚才对贾大龙明明那么冷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虎，你别生气，你嫂子她就是。什么意思？想走就走，想上车就上车，也太随心所欲了。这味道真特别，芳香里带着点甜，是第一次闻到，能让身体有这么强烈反应的香味儿。对了，二虎，你的行李呢？没有。二虎18岁坐牢时，爸妈都已经不在了，我从没去探过监，他哪来的行李？他现在穿的衣服，估计还是狱友家人送的。要不是为了评副教授职称，能拿到学校的联排别墅福利，我怎么会接他回家？贾勇是被贾二虎砍伤的前任村长，8年前也被贾二虎砍过。领导们怕贾二虎回村闹事，便以职称和福利为条件，让我先接弟弟住下。而贾二虎16岁就砍人的事，我根本不敢告诉温如玉。前几年我回了趟老家，把爸妈的坟修了修，现在是全村祖坟山上最气派的。别说话，好好开你的车。哼，父母活着的时候不尽孝，现在做这些表面功夫给谁看？
回去后先去步行街给他买几套衣服。干什么？哦，我给你嫂子带你买几套衣服。不用，开车去你们学校。去学校干什么？我要看看，是哪个王八蛋欺负了你。贾二虎之所以上车，原来是为哥哥报仇来了。原来他是个有情义的人，他对哥哥冷漠可以，别人欺负哥哥不行。其实吧，你嫂子说的欺负，不是你想的那种。我们都是大学老师，有文化的人，不会动手动脚的。哪一种也不行。我知道你们学校在哪儿，再不开车，我自己去。这人是不是傻？自己去学校找谁？连个名字都没有。你笑什么？学校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你自己去，知道找谁吗？从门口保安找起，一直找到校长，见一个问一个，谁欺负了贾大龙，我贾二虎当场废了他。切！切什么？谁欺负你哥？还会主动承认吗？我不会看脸色，提到贾大龙的名字，谁要是敢露出不屑的表情，我就让他满地找牙。狂汉，这是真横还是抬杠？有本事你去啊，在这里横什么？如玉，别乱说，我这弟弟不一样，做不到的事他不说，说出口的事一定能做到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学校。不会吧，真这么横的话，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能扬眉吐气了？二虎，现在都中午了，咱们总得先吃饭吧。你要是真想替你哥出气，有的是地方。我们楼上就住着个小太妹，天天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。如玉，本来就是。如玉，哼！我的姑奶奶，你是真不知道他有多狠。他只要出手，对方非死即残。要是真把楼上那太妹弄出人命，你哭都来不及。我才不信他有这么夸张。快跟上去看看。喂，能不能讲点文明？你还要不要脸？这种东西也乱扔，不知道下面就是我家窗口吗？你是大学老师，讲文明要脸，那麻烦你帮我扔进垃圾桶呗。别愣着了，赶紧回家。喂，你不是说你弟弟很豪横吗？说什么只要……天，要出人命了！陈灵燕今年24岁，身材苗条到了极致，眉清目秀，皮肤雪白不说，尤其是那双筷子腿和纤细的手臂，走起路来感觉整个人都在云里飘着。虽然臀部很小，但胸部特别性感，绝对是那种不该长肉的地方没有一丝累赘，该长肉的地方绝不含糊。谁呀？这是发地震了吗？我勒个去！这是干什么？我操！你他妈谁呀？救命啊！二虎，赶紧松开，都是邻居，有话好好说。
大龙老实懦弱，全小区都知道，他弟弟能有什么出息？还反了你！别骂我妈！天，他居然直接把人拎出来了！把你扔的东西吞下去。你找死！你他妈算什么男人？女人你也打得出手？哦！扇你耳光，是因为你骂我母亲，让你吞掉自己扔的东西，是教你做人。快拦住他！我求求你了，算了算了。啊，我吞不下去呀！不，二虎，他知道错了，真的，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。还骂人吗？不骂了。这货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还乱扔东西吗？不扔了。把扔的东西捡起来，扔到垃圾箱去。我捡，好臭！没事吧？我来解决。那我先上去开门。嘿嘿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弟弟不懂事，今天的事都算我的，我来承担责任。我赔钱，你说个数，多少都行。原来他狠起来的时候这么有魅力，要是像贾大龙一样怂，我根本看不出他半点好。不是不爱干净，实在是这球鞋闷了一路，汗脚特臭，可别把它熏晕了。陈小姐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就说要多少钱吧，我绝不含糊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也与你无关，你走吧。陈小姐，没听见我说的吗？陈小姐，我真的求你了。鬼，听不懂吗？陈小姐，
要不你报警吧，真的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哼！你千万别叫那些社会上的朋友来，不然真的会出大事的。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我这个弟弟就是个疯子，6年前把我们老家的村长砍伤了，判了6年。今天上午我才从省城监狱把他接回来。啊，劳改犯杀过人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我说过我愿意赔钱，你想出气，我再给你下跪都行，哪怕报警也可以，但千万别叫社会上的朋友来，不然你我都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他弟弟是个不怕死的主，真闹起来说不定会出人命。陈小姐，我也说了这么多了，你好好想一想吧，告辞。是叫男朋友丁刚，还是叫铁粉翘嘴？是前2天才撞见丁刚，他和别的女生乱搞，翘嘴的话感觉又不太靠谱。现在自己被刚刚出狱的贾二虎给揍了，打电话给丁刚，他会来吗？即使来了，知道自己天天带人在家里疯，他会怎么想？还是打给翘嘴吧。二虎，你赶紧走吧，我现在就送你回村里。本来我都要回去了，是你把我接过来的。事情还没办完，我哪里都不去。我这里没你要办的事了，楼上那个太妹都被你制服了，以后肯定不敢再招惹我们。你快走吧。贾大龙，既然他被我制服了，你为什么催我走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就像当初在村长家那样，你给人家下跪了吧？还有这种事？贾大龙这个没出息的，真给那个小妖精下跪了。虽然你下跪了，但人家未必就答应放过我，所以你才跟催着上坟似的赶我走，对不对？贾大龙，小时候窝囊就算了，现在都成人了还这么怂，在村里受人欺负，现在当了大学老师还受人欺负，你这辈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？你个小流氓，劳改犯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算了，如玉，这是我们哥俩的事，你别掺和。不错，你哥是个窝囊废，但就算他再怂，也是你哥哥。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，可他父母把你养大，你叫他一声哥怎么了？贾大龙也是你能叫的。如玉，你给我站着，不许动。我知道你哥怂，但没想到他能怂成这样。既然你知道他给那个小妖精下跪，想为他挣面子，那你现在就上楼去，把那个小妖精再暴揍一顿啊！你在家里横什么？再说了，他给别人下跪，还不是为了你，还不是怕人家报警，或者叫社会上的流氓来报复你。我看你们贾家就没一个好东西，一个又软又怂，一个六亲不认。不走是吗？可以，有本事你先把楼上的小妖精杀了，再把我们学校所有欺负过你哥的老师同事全杀了，反正他们都欺负过贾大龙。如玉啊，我被你害死了。他真的会去杀人的。他以前再软弱，也没在我面前哭过。刚刚胸口窝着一团火，情绪激动起来，控制不住自己。看他这样子，估计贾二虎恐怕是真的会去杀人的。如果他杀了人，那自己可就……我这会怎么居然不怕，还发起飙了？我今天究竟是怎么了？按我的性子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劳改犯早该翻脸了。今天怎么没感觉到生气？小时候在村里，养父母老实，我是养子，总被人叫野种杂种，比我大的孩子欺负我，我找贾大龙出头，他却吓得不敢吭声。他是村里所有孩子的哥哥里最怂的那个。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。当年因为贾云请吴金花当了贾大龙，我硬是追了贾有2的命。
当时要不是质保主任拦我，我高低得捅垃圾桶。从那以后，没人再敢惹我，谁欺负贾大龙和杨武，我只说一句，晚上把门拴好，就能吓得他们连夜来求杨武说情。监狱更别提，敢瞅我一眼，我就让他记一辈子。我不走，就是在等。如果警察没来，他就一定会叫社会上的人来。长这么大，没亲眼看过杀人吧？等会儿就让你好好瞧瞧。他说杀人跟杀鸡似的，还要杀给我看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林烨，人呢？赶紧下来！喂，听到没？赶紧下来！二虎，你快从后门出去，快！跪到我的面前来，然后把我扔进垃圾桶的东西捡回来，吞下去。漂亮的女人都不带脑子吗？温如玉是这样，这个小妖精也是。不过够辣，我喜欢。陈小姐，林烨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妈蛋的，你以为我是男族吗？翘嘴，进来。1楼右边的这一家。翘嘴，就是他。不仅弱智，还透着杀气，明摆着不把老子放眼里。乡巴佬，知道这是哪里吗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行，这美女倒像我，能动手绝不吵吵。大龙，报警！快报警！现在知道疼了。刚才撞我下楼的时候，不是挺恨吗？等会儿我非踹得你断子绝孙，才对得起你扇我的耳光。知道这是哪里吗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看你们一群怂货，本来想放过你们，只不过有人没见过杀人，所以别，二虎，我刚刚说的是气话，你千万别冲动。二虎，算了，只要他们不再惹咱们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大龙，二虎，天
要出人命了。坐了6年牢，他怎么比以前还狠了？二虎，真算了吧。今天就饶了你，再给你一次叫人的机会，好好珍惜，最好把能叫的人一次性都叫来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有下一次了，明白吗？滚！之前看到贾二虎猛扇陈灵燕耳光的时候，他下手真一点余地都不留。可看到他把撬嘴几人放倒时的纹针痕，贾二虎其实对陈灵燕还是手下留情了。以他对撬嘴的狠劲，恐怕要打断陈灵燕的几根肋骨才对。你赶紧走吧。你当我不想走呀？问题是那个混蛋能让我走吗？走，快走。二虎，让他走吧。就这么让他走，回头他再叫人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肯定不会。陈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贾大哥，求你了，让我走吧。二虎，真的别再动手了，再打要出大事的。报警吧。不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为什么不报警？是不是还指望你朋友再带人来？不是，今天是我的不对，是我先乱扔垃圾挑事，后来又找人冲到你哥家里。就算打110，警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倒是懂道理，那之前为什么蛮不讲理？在社会上混了几年，就不把别人放眼里了？我没混，翘嘴是我过去的同学，是他在社会上混，我没有。记住，告诉你的朋友，他还能叫人来，但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他叫来的人不敢要我命，最好别来，不然包括你在内，我会让你们生活不能自理。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叫人来。走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和你那群朋友，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。还不快走！走，快！吓死我了！这男人太吓人了。装什么装？不过是吓唬贾大龙和那个小妖精，在我面前还摆架子。二虎，谢谢你啊！你给哥和嫂子出了口恶气，现在咱们家总算太平了。这里的事已经摆平了，要不等会儿吃完午饭后，我送你回村里。不是说了吗？下午去你们学校，晚上我回村里去。兄弟，能听哥一句劝吗？其实吧，学校也没谁当面欺负我。你嫂子之所以那么说，主要是我胆小怕事，遇事从来不跟别人争。你嫂子的意思是说我人善被人欺，其实真要说起来，也没人当面骂过我，更没人打过我。你说你去学校找谁？贾大龙这么老实，温如玉那么漂亮，会不会有人打温如玉的主意呢？或者温如玉在学校被人欺负，因为贾大龙太怂，回家都不敢跟他说呢？要让贾大龙的同事们知道，他有个劳改犯弟弟，以后有什么事最好让着点贾大龙。我要利用这次机会，让温如玉彻底服了自己，以后不敢再瞧不起贾大龙。如果有人欺负，甚至是勾引他，他也会想到贾大龙还有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。还有，我不想这么快就走，一半是为了温如玉，一半是为了陈灵燕。这两个女人太漂亮了，哪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也值得我多留几天。别说了，我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办到。大龙、二虎，来吃饭吧。这是怎么了？还不快点来吃饭！兄弟，我看等吃完饭后，我还是开车送你回去吧。急什么？先让二虎住下，就会刺我。二虎，
今天是星期天，你去学校也找不到人。要去的话，明天上班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儿去。好。看什么看？吃饭呀！你能对他客气点吗？二虎，我跟你嫂子经常这样，没事的。你嫂子其实对我很好。他是谁？不叫的话，看他这架势，是要跟我不依不饶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村里人都没文化，兄弟姐妹之间都直接叫名字的。你骗谁呢？越是农村人，越懂得传统的礼仪，越知道长幼尊卑。如玉，干什么？刚刚被他的腿一碰，心里乱成一团麻，哪是给你面子？别看这小子下手狠，男人的天性还是改不了，照样经不起女人的这点无意触碰。而且他肯定喜欢陈灵燕，那丫头是个美人胚子，可惜太不自重，把自己玩坏了。哦，我有事，先出去一下。二虎，等我洗完碗，你跟我去一趟步行街。你这身衣服太烂了，明天去学校是给你哥撑脸的，穿成这样只会让他掉价。现在城市里的女孩子眼光高，尤其是陈灵燕那样漂亮的，你穿这身，人家都懒得瞧你一眼。谁要他瞧？我没见过女孩子吗？你还真没见过她这样的，尤其是这么漂亮的。你比她还漂亮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海城比她漂亮，比她正经的女孩子多的是，她就是个太妹，你最好别惦记。等过几天安顿下来，我和你哥帮你找份工作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姑娘有的是。我惦记她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明天去了学校，我就回村里。也行，刚出狱回去看看应该的。下个星期让你哥送你回去，看完再回来。我不要他送。那我送你。我会开车，家里也有车。我对年纪大些的女人总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，不是恋母，是因为吴金花。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人和温如玉差不多大。我怎么会哼小调？以前总觉得哼小调的女人不正经，我可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一直循规蹈矩。你以为跟他谈妥了，这事儿就彻底过去了？什么谈妥了？跟谁谈什么事儿啊？当年在村里你就这么容易信人，现在都当大学老师了，怎么还是没长脑子？翘嘴是他叫来的没错，但他被我打成那样，以后会不会找上门？可不是陈灵燕一句话能算的。我找他的时候，他说这事就算了，我还跟他说他那些朋友的医药费都由我来承担。营养费呢？护理费呢？精神损失费呢？这些他们能放过你？该我们出的肯定少不了。你搞清楚，刚刚打架赢了，事后却要赔钱，哪怕只赔医药费也是输。这次输了，下次他们照样敢在你头上拉屎拉尿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事不用你管。从小到大，我捅的篓子，什么时候让你替我收尾过？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不管是陈灵燕还是你们学校的人，我怎么对付他们，你都别插手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个家庭会。大龙，你坐下。二虎，你也坐到这边来。你吃错药了，居然敢跟二虎开家庭会！二虎，来坐这边，离得近，说话方便。
我就坐这里。幸好贾二虎为拂袖而去。也行，反正客厅就这么大，他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是怕自己较真，贾二虎又不给台阶，让自己下不来台。虽然我觉得摸透了贾二虎的心理，但自己在他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，还得再试探。二虎，我没见过比你更厉害、更狠的人。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到现在，你做的事一次次让我瞠目结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但细细想来，你有自己的底线，而且非常有见识。就像你刚刚跟你哥说的那些话，句句都在点子上。这恐怕是你在监狱里见多了各种各样的人，才摸透的人情世故吧。可我不明白，你这么一个懂道理的人，为什么偏偏不懂尊重你哥哥？你这话不对，二虎对我够尊重了，不然刚刚怎么会为我下那么重的手？他这人就是这样，从小不善言辞，但心是热的。谁要是敢欺负我，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愿意豁出命为我拼命的人。可我不觉得他是为你，他是为他自己的面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外人面前你是他哥哥，别人欺负你就等于打他的脸。他不是怕你受委屈，是不允许任何人打他的脸，仅此而已。这个女人太敏锐了，连我自己都没细想的心思，居然被她一眼看出来。嗨，这不一样吗？你别绕来绕去，二虎没读什么书，别把他给绕晕了。我的意思你已经听懂了，对吗？你就说你想干什么吧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，贾家村的事我管不了，别人家的事也与我无关，但我们家必须有规矩。你这是打算让他在这儿住一辈子？真要是这样，这家里的规矩恐怕轮不到你定，得他说了算。我不是怕温如玉，是怕他真跟我杠起来。二虎看不顺眼，抬手就给他一耳光，那漂亮脸蛋就被扇肿了，这事就彻底没法收场了。我在赌这个刚出狱没怎么接触过女人的小子对我有某种幻想，我倒要看看，在他心里是面子重要，还是这份幻想更重要。你要立什么规矩？二虎居然愿意听他把规矩说出来。别的规矩没有，但我们的关系得捋清楚，他是你哥，我是你嫂子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想再听到你对他直呼其名。难道他对我成见这么深，连一声哥都不愿意叫？可别因为这点事大家都下不来台。其他的事可以，这件事免谈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在这个家里待着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我本来也没打算常待，是你们让我等到明天，明天我就走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把你们学校和撬嘴的事儿都摆平，再离开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逼他做不愿意做的事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他住家里，不管人前人后，都直接叫你贾大龙，叫我温如玉，这像话吗？什么事都得慢慢来啊。他很归狠，其实很懂事，也善良。善良两个字用在他身上，合适吗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都是被村里的人给逼的。小的时候他很乖，也很聪明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的死，他不仅能够考上大学，而且一定是名牌大学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保证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叫你嫂子的。至于我，无所谓了。什么无所谓？你是他哥。对了，他到底为什么杀人？你就说你们家当初被人欺负，究竟是怎么被欺负的？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，也是抹不去的阴影。说起来，我现在之所以在床上表现得让温如玉那么无奈，也与我在村里的那段岁月有关，所以难以启齿。
这事说来话长，有空我再仔细跟你说。我知道你是希望他尽快融入社会，但他青春期最关键的几年都在牢里过，咱们得给他适应的时间。原以为这几年改造能让他变回小时候那样淳朴、善良，还爱读书，跟人说话都客客气气的，没想到现在比过去还蛮横。我现在都在琢磨，当初答应领导暂时收留他是不是个错误，甚至想过直接送他回村里。什么？领导找过你？当年他判刑的时候心里全是怨气，村里人防他回去报复，一级一级往上反映，最后省里都出面了，通过学校找到我，我没法子才答应暂时收留他。原来你不是出于兄弟情收留他，是被逼的，怪不得贾二虎不肯叫他哥，他们兄弟俩过去的感情恐怕压根就不好。算了，既然学校领导都出面了，咱们还是尽量收留他。你别忘了，学校正准备提你做副教授，这时候把他送回去，万一他真在村里闹出事，学校没法向省里交代，你的副教授也悬了。老婆能理解就好，所以别把他逼急了。我有数，他这野性子得好好调教，以后咱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你得好好配合。放心，不会让你难堪，好人留给你做，恶人我来当。你也得注意分寸，你看他对楼上陈灵燕那下手狠劲，对女人都不留情。怕什么？我是他嫂子。俗话说道义有道，他在牢里待了6年，总该懂点江湖道义吧。我就不信他真能无法无天倒打自己嫂子。你要干什么？叫他起来，一块去步行街买衣服。之前还觉得他有底线，没想到这么没教养。哎，二虎，起来，别睡了。二虎，起来，跟我们去买衣服。二虎，你干什么？她是你嫂子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贾二虎，你给我起来！干什么？你嫂子刚刚叫你，你一脚把她踹到地上去了。干什么？买什么衣服？我明天就回家，这身挺好，我要睡觉。那你明天不去学校了？我说过，你穿这身去只会给你哥丢脸。要不算了，让他睡。我看一下他衣服尺码，我们去买就行。不行，给他买衣服还挑3拣4，照这样下去，吃饭是不是还得把饭端到床上喂他？这不是抬杠吗？又没人求着你给我买。没想到他看着土，倒是一身结实肉。你要是真想睡，就接着睡，我跟你嫂子去买。这真是一物降一物，要是温如玉能管住他，领导交代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副教授也稳了。二虎，坐前面。这味道跟他人一样，让人浑身发飘。陈灵燕太瘦，比不上温如玉性感，但她那张娇媚的脸、雪白的皮肤，还有身上那股让人兴奋的香水味，也挺勾人。趴在她身上，肯定能显出我是个真男人。6年了，不知道吴金华怎么样了。贾大龙前2年回过村，真想问问，还是算了，反正我很快就回去了。
小可爱，不会开车别上路呀！别理他，慢慢开。婊子，会不会开车？不会开就别开。不要啊！怎么开的车？有你这样开的吗？差点撞到我们！稳住，点刹车，别打方向，会撞护栏的。二虎，行驶中不能开车门。啊，二虎！天，二虎！怎么了？二虎钻进他的车里去了。二虎，你不要命了吗？靠边停下！你谁呀？敢拦我的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操！你个乡巴佬，敢打我！知道老子！哎呦！兄弟饶命！兄弟饶命啊！我没招惹你啊！给这位女士道歉。早知道她这么漂亮有气质，打死我也不会骂她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骂你，不该别你的车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！从小到大，受气时总盼着有人替我出头，哪怕打不过也敢站出来。贾大龙从来没让我如愿，没想到今天替我撑腰的居然是二虎。屠军？是呀，紫罗兰 KTV 的老板。兄弟有话好说，既然你知道我是谁，也该听说我为人不差，在海城还算吃得开。为人不差？你是想说你在海城红黑两道都有靠山，我该怕你？告诉你，我特么打的就是你这种有人的人！这小子是疯了，还是不要命了？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大路通天各走一边，都是开车的，他走他的道，你过你的桥，凭什么骂人？凭什么别车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别跟我说不敢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只要我放了你，回头就找我这个乡巴佬算账？兄弟，这就是个误会。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。我以我的生意担保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机会。今天晚上8点，我去你的紫罗兰 KTV， 你把认识的红黑两道的人都叫齐。记住，就一次机会，要么你的人摆平我，要么我让你的 KTV 彻底关门。算你狠！今晚不把你拆成骨头渣，我就不在海城混了。没问题，晚上我亲自等你，一定好好招待。滚！
撬嘴吗？你在哪儿？老板，我在医院住院呢。住院？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几个兄弟出门办事，出了点交通事故。这废物肯定是被人打了，不敢说。严重吗？出来吧。伤得不轻，暂时动不了。老板，有急事。算了，我找别人。大头，晚上带些兄弟来我 KTV， 有人找我麻烦。撬嘴呢，让他先盯着。他出车祸住院了。谁找你麻烦？这么大动静？不好说，表面上是个20多岁的外地小子，看着像乡巴佬，可他知道我的底细，还敢约我晚上见面。我怀疑他背后有人指使。一个普通乡巴佬哪有这么大的胆子？肯定是有人故意找事。行，晚上我带兄弟过去，见面再说。大头，事情办利索点。二虎，你既然知道他是屠军，怎么还敢动手打他？那可是紫罗兰的老板啊！他骂人又别车，该打。开车碰见这种人很正常，忍一忍不就过去了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你是忍习惯了，我不惯着这种臭毛病。反正咱们没吃亏，晚上你就别去了。屠军的人多势众，咱们惹不起。你以为不去就没事儿？那家伙肯定记下了嫂子的车牌号，我不去找他，他也会找上门来。二虎说的对，他既然不怕，想去就去呗，反正屠军也理亏在先。这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你知道屠军在海城的势力有多大吗？这不是送死吗？你们去吧，我在车里午休一会儿，正好养养神。我们走。我对贾大龙是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可兄弟情分还在，不然也不会刚出狱就为他出头。现在单独跟嫂子待着，总觉得怪怪的。走吧，在魔僧店都要关门了。走那么快干什么？等等我。还是找人从中说和一下，赔礼赔钱都可以。我可不想叫二虎再捅出什么篓子。老周，求你个事，我弟弟不小心得罪了屠军，你能不能帮我从中说和一下？贾老师，你怎么惹上他了？换成别人，我还能帮你跑跑腿。屠军可是红黑两道都吃得开的主，我哪敢站他的边？再说我跟他真不熟，根本说不上话。老李，我是贾大龙，我碰到难处了。老贾，你不可能连屠军都不知道吧？在海城他是横着走路的角色，要是小事你赶紧登门赔罪，只盼着他别狮子大开口。要是大事你别想着撕了，赶紧报警。你一个大学老师玩不过他的。老张，你人脉广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大龙，我帮不了，我劝你也别找别人了。咱们这个圈子没人敢跟屠军攀交情，你要么报警，要么就认他宰客，还有条路离开海城，这辈子别回来。我不怨这些朋友，屠军在海城的名气太大，没人敢为我出头。高副校长，求您帮帮我，我弟弟得罪了屠军，现在没人敢管这事，只有您能救我了。找屠军难。高副校长，我本来也不想留他在海城，学校领导出面让我收留他，他刚刑满释放，要是再出事，我这副教授也别想评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把事情经过说说。你弟弟就是那个刚刑满释放的吗？是啊，求您务必想想办法。我尽量找出办法，但成不成，不敢保证。谢谢，谢谢高副校长。这事要是摆平了，我贾大龙感激您一辈子。老贾，别开空头支票，你凭职称的事，还欠我一顿饭呢。放心，到时候一定一块补上，我亲自请您到家里吃。
哎呀，高大哥，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晚上有安排吗？我让 KTV 的姑娘们好好伺候你。我问你，今天是不是被我们学校贾老师的弟弟给打了？哦，那戴眼镜的居然是你们学校的老师！妈的，老子活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高大哥，别的事我都听您的，这事我绝不能轻易放过那小子。怎么，我的面子也不给？不是，我涂军能有今天，全仰仗您。就算不给市领导面子，也不能不给您面子。只是我今天脸丢大了，不是一顿饭、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记住，不管谁来替这事说情，你都不用管，该怎么整就怎么整。但给我留点心，没我电话之前，别把他弄死就行。一旦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必须立刻停手，给我十足的面子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高大哥您放心。对了，您能告诉我那贾老师家住哪吗？我也好登门拜访。阳光国际小区3栋1单元101室。好嘞，谢谢大哥。高一德这是跟贾老师有仇呀？刚刚那娘们应该是贾老师的老婆，高一德该不是看上人家老婆了吧？先是贾大龙评职称的事，现在又是贾二虎招惹了屠军。虽然高一德没有打包票，但他肯出面，以他在海城的人脉，这事儿肯定能摆平了，只不过是用多少钱的问题。算了，怕打扰他俩逛街。这两个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哇，姐妹你快看，那个男人长得好帅啊！这男人运气真好啊，居然拥有这么好看的女人。别愣着，过来挑衣服。去更衣室试试，看看大小合不合身。果然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啊！这二虎打扮之后，看上去和那些富二代公子哥也没什么两样吧？女士，您看这件衣服非常合适您的男朋友啊！就这个尺码，再挑2套。对了，还得要1套西装和2件衬衣，配1双皮鞋。5000多块，这也太贵了吧！我还是去换回来吧。就穿新的，旧的别要了。我自己来。这味道有点大。我汗脚。之前进房门没脱鞋，是怕把味道弄得到处都是。原来他不是没教养，只是没好意思说。走，再去看看别的。温如玉，完了，这下又要被他八卦好一阵子。白主任好，你也来逛街呀？白洁平今年32岁，有个上小学的儿子，可在贾二虎眼里，他最多25、26岁，看上去比我还显小。这位小帅哥是谁呀？瞧这体格，真精神。他是老贾的弟弟二虎。二虎，这是我们学校高副校长的爱人，开发区办公室的白主任。你们家老贾啥时候冒出个弟弟？大龙、二虎还是亲兄弟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当然是亲兄弟，您没听高副校长提过？他知道这事的。哦，我回去可得问问他。如玉，你们家这是要上演《金瓶梅》啊？白大主任，能不能正经点儿？这话哪像领导夫人？
开发区主任说的。在我面前还假正经，看看他那体格，你再也用不着整天面对老贾，像个怨妇似的了。趁着这个小贾还没开支，多在他身上下下功夫，说不定还白捡一个处男呢。白大主任，都说30如狼，40如虎，你这如狼似虎的年纪，是不是被高副校长折腾的不过瘾？想换胃口，又拿我说事？我倒想老牛啃嫩草，可架不住你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呀。你今天吃错药了，什么话都敢说，是不是高副校长日理万机，把你这块田给荒芜了？别跟我立贞节牌坊，我就不信你能忍贾大龙一辈子。一个是开发区主任，一个是大学老师，怎么聊的都是这些直白的话，跟他们的身份完全不搭。白主任好。这女人真是多面手，切换自如。贾老师好，你怎么没一块逛街？哦，我刚有点事处理，您一个人来的，我们送您回家吧。不了，我自己开车来的。你这弟弟可比你帅多了，是你走了种，还是他走了种？我随我爸，他随我妈。男人随妈有福气。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白主任，高副校长跟您提过我弟弟吗？他刚刑满释放回来，您看开发区外资企业多，能不能帮他介绍个工作？难怪这小伙子身上有股杀气，原来是刚从牢里出来的。犯了什么事？不会是欺负女人吧？不是，是失手把人弄残废了。失手伤人的暴脾气，万一在朋友的公司里惹事，岂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？我就是随口一提，您别为难，不方便就算了。我会留意的，但把握不大，一般公司都不用有前科的人。谢谢白主任，谢谢白主任。别停着，我的车要出来。这妞正点，我去，真的很亮呀！白洁平被轿车挡住去路，我到底管不管？我胆小如鼠，向来不敢惹事。可她是高以德的老婆，真出岔子，我在学校别想立足。何况大白天步行街，人来人往，他们顶多耍耍嘴皮子，不会真把我怎么样，硬着头皮上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什么情况？喂，怎么停的车啊？挡路了看不见吗？美女，有事吗？你们没看见里面停着车，挡在这里，我怎么出去？美女，今天天气多好，反正车也出不去，不如陪我们去咖啡厅坐坐。坐什么坐？有病呀！赶紧把车挪开！美女眼光真毒，一眼就看出我们老大有病。我们老大，要不你替他治治？流氓！你们再不挪车，我报警了！哈哈哈哈！报警！警察来了，问你怎么被流氓了？是摸了你上面还是下面？你怎么说？怎么了，白主任？他们耍流氓，还挡着我的车不让走。这么多人！各位兄弟，我们白主任还有事，麻烦你们把车挪一下，通融一下，谢谢你们了。大蛋，滚一边去！
你们别蛮不讲理，再这样我们真报警了。我刚刚说报警，他们都没当回事。你说你要报警？你不是要报警吗？来，老子给你点报警的素材。你们凭什么打人？老子打人还需要理由？闲着也是闲。这身手也太厉害了！找死！完了完了，这小伙子要被打死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行凶？别去了。小心！啊！呵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我的天啊！你，哎呦，饶命，兄弟饶命啊！还耍流氓吗？不耍了，再也不耍了。还打人吗？不打了，绝对不打了。哎呦呦，求你放了我吧！都给老子趴着！你走吧。你们也赶紧走，别在这里停留。咱们走。我来开，我不放心你。贾二虎干净利落的身手，骨子里的狠劲都让我印象深刻。总算明白贾大龙为什么怕贾二虎动手了。这小子要么不动手，一动手就往死里弄。以后一定要看住贾二虎，绝不能让他再惹事。谁的电话？是警察还是那帮人？是白主任。喂，白主任，有事吗？你们之前不是说想给老贾弟弟找工作吗？我刚想起你们学校要招保安，我跟老高说说，让二虎来做怎么样？你问问他同意不？愿意。那就麻烦您了，我们等您消息。他真同意了？他就在旁边。哎呀，自己在想些什么啊？哎呀，哈哈哈！二虎真的很厉害，哈哈哈！以德，二虎的事你能不能帮下忙？他想找个安稳工作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学校保安队正好缺人，我打个招呼就行。我们学校的保安好呀，没有什么危险性，而且待遇还不错。只不过以后最好是明哲保身，千万不要多管闲事，更不要招惹是非。我从来不招惹别人。那是。
停车！怎么了？你们先回去。不好，要出事，赶紧报警吧。没事，二虎的本事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再说，我刚给高一德打过电话，他跟屠军认识，肯定能镇住场面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一块儿过去啊，人多也好有个照应。别去，我们在旁边只会碍手碍脚，让他们自己谈。我们回去吧，在这等着也没用。你的心怎么这么大？他们那么多人，你就不担心二虎？担心有用吗？真要是打起来，我们在边上不是给二虎添乱吗？他身手再好，也得顾着我们。那我们报警总没错。我说过了，高一德已经知道了，万一他们谈得好好的，警察一来反而把事情闹僵。何况二虎刚出狱，要是警察问起来，看到他又跟人起冲突，再把他拘留了，怎么办？贾大龙的话看似有理，却透着一股刻意的冷漠。大龙，你该不是故意的吧？我故意什么？你是不是巴不得他们打起来，二虎赢了，你能跟着沾光？万一他输了，被打死或者打残，对方要偿命，你也彻底解脱了，不用再管他了。二虎赢了，自己在海城也算有个厉害的弟弟。二虎输了，要么对方偿命，要么二虎残了，正好送回村里，自己也能在领导面前交差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要是我真这么自私，当初为什么要去监狱接他回来？他本来可以直接回村里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回去吧，我们在家里等他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怪不得二虎不认他这个哥哥，他不仅胆小，还这么自私。我这辈子从没这么挂念过一个人，没想到居然是二虎。这哪是屠军说的乡巴佬，一身新衣服衬得人魁梧精神，倒像哪个富豪的贴身保镖。就是他。上车吧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贾二虎是个好胚子，假以时日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人。可惜的是，他招惹了屠军，而且年纪太轻，貌似没吃过亏。今天要好好教训一番，是必须的。把他带过来，快过去！看，多么漂亮的别墅区啊！许多人都追求诗和远方，却不知道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。遗憾的是，这么漂亮的城中别墅居然烂尾了，而更遗憾的是，这里居然连来的路上都没有监控。如果在这里一个人被杀或者被活埋的话，都不会有人知道。这里原本好像是准备做喷泉的，如果一个人被活埋在这里，风水倒是挺不错的。小子，你说呢？不错。那坑里好像有坨狗屎，对吗？是。过去，像狗一样趴着，把那坨屎吞下去，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不然，我就替你在这风水宝地安个家。像狗一样趴着，吞下去。干咽不下的话，还能去沟里喝点水，润润喉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愣着干嘛？上啊！
如果一群混混和一个老板带来的人在这里互相厮杀，两败俱伤，全死在这，恐怕没人会怀疑吧？我社会多年，开 KTV 阅人无数，比谁都清楚要人的狗不叫的道理。那些咋咋呼呼喊打喊杀的，真要都真哥早怂了。而且二虎这种一声不吭就下死手的，才是真正的狠人。兄弟，不是我要找你麻烦，我是受人之托。受人之托？耍我？我早说过，只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。真的，我本来约你晚上在 KTV 见，是你哥哥的领导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找人把你废掉，我才急着带人过来的。这混蛋居然把高一德扯出来了！高一德可是他长久的靠山，商人果然唯利是图，为了活命亲娘都能卖。我哥哥的领导？你哥叫贾大龙，你就贾二虎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有人指使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兄弟的名字？怎么找到你哥家的住址？他叫什么？为什么要针对我？他叫高一德，是你哥学校的副校长。他应该是看上你嫂子温如玉了。高一德的老婆那么漂亮，怎么会看上温如玉？你当我傻？我们的恩怨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哥先给高一德打电话求帮忙，可高一德转头就叫我私力整你。当然不能真弄死，等你哥再求他时，他再出面说情，卖你们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就为了让我哥感谢他？当然不是，他是想借着这份人情，让你哥你嫂对他感恩戴德，这样他不就有接近你嫂子的机会了吗？途君幽禅万贯，根本受不得死。这种求生欲下术的话，可信度极高。你狠，但你要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凭你单枪匹马，最终只能自取其辱。同样的话还给你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绝无仅有的一次。下次再见面，最好你们有本事把我弄死，不然你会比谁都惨。兄弟，今天这仇可出大了，赶紧回去给大头打电话，不然你我兄弟还能在海城立足吗？这小子是瘟神，你怎么惹上他的？别问了，快走吧，万一他回过未来再回头，我们真得全交代在这。二虎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看来你哥那电话没白打，他找了高副校长，高副校长又找了途军。不过途军怎么带那么多人来？是不是要你赔钱？要赔多少我们凑？我说过，赔钱就是输，我没输过。装什么硬气？没输过你怎么坐的牢？对了，你怎么认识途军的？还知道他是紫罗兰 KTV 的老板？他车上有名片。万一是别人的呢？你给人名片会一次性放10多张，还专门用塑料盒子装着。喂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不会。我就说二虎没事吧，老婆，赶紧做饭，我肚子饿了。做个屁，晚上都别吃，饿着。
二虎，你嫂子这是咋了？她是你老婆，你问我。行，今天我做饭。二虎，我出去买菜，你等会儿。洗衣做饭是女人天经地义的事，不该用不做饭威胁男人。不管你们以后怎么样，没离婚就有夫妻的样子，能吵能闹，别拿吃饭撒气。别惹我，不然我让你死100次！自己到底哪里错了？关系换不来好脸色，反而被骂成婊子。贾二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叫我婊子？我偷人了还是卖了？少在我面前立牌坊，明天我会给你答案。明天？什么明天不明天的？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我到底哪里招你惹你了？给你买好衣服，让你住家里，给你做好吃的，是条狗也知道好歹吧？你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今天不说清楚，现在就从我家里滚出去！哼！我说过，明天给你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骂你婊杂吗？如果我能证明你是，明天滚出去的恐怕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我一没偷人，二没在外面瞎玩，他怎么证明？他就跟屠军见了一面，难道是屠军跟他说了什么？可我根本不认识屠军啊！好，那如果你明天证明不了呢？我下跪给你道歉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贾大龙知道，做不到的事我不说，说出来的事一定做到。他会不会觉得我好看，就认定好看的女人是红颜祸水？虽然幼稚，但至少说明在他心里我够漂亮吧。行，就等明天。老婆，刚刚怎么发那么大火？我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，舍不得让我们饿肚子。干你的事去。二虎，你先歇着，饭一会儿就好。头顶都绿成草原了，还傻乐呢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二虎，你跟屠军他们到底谈了啥？他没为难你吧？屠军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吧？这就好，看来高副校长说话真算话。明天我跟你嫂子得好好感谢他。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，居然还要感谢那个想睡你老婆的人，真是个王八蛋。原来轿子里没有人啊！二虎，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啊？你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等等，我给你钥匙。这么晚了，二虎出去干嘛？老婆，高一德这次是真帮忙，我的职称、二虎的事都是他摆平的。过几天我们请他来家里吃顿饭吧。上家里干啥？去酒店多方便，人家高一德和白洁平经常吃大餐，未必看得上我做的家常菜。我是说，单独请高一德，他天天吃酒店早腻了。你做几个拿手菜，
他说不定更稀罕。再说吧。你看你哪天有空，去学校周围问问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帮二虎租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吧。为什么？白洁平不是说了，让高一德把二虎安排到学校做保安吗？在学校旁边给他租套房子，上下班也方便。他刚刚来，举目无亲的，别人还都以为你们是亲兄弟。时间长了另说，刚刚来就让他住外面不合适。想回来时，温如玉一直在外面等着贾二虎，还对我一肚子意见，满满的都是对贾二虎的担心和牵挂。如果长嫂为母，加上自己没有孩子，既把贾二虎当弟弟，又把贾二虎当半个儿子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可后来跟着贾二虎回来，一下子就变脸，先是拒绝做饭，等我到外面买菜回来，他又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。现在听他那意思，好像还准备长期把贾二虎留在家里。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前后才半天的时间，温如玉对贾二虎的态度发生了好几次惊天大逆转。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，或者达成了某种默契，而且这默契绝对对不起我。要是他和高一德有牵扯，我还能接受，至少我能获利。高一德年轻有前途，我还能借着这层关系往上爬。可要是他和二虎搞到一起，我除了做王八，什么好处都没有，凭什么？如玉，今天下午和二虎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怎么感觉你对他的态度忽好忽坏，好几次的反复，而且幅度特别大，这跟你平时的表现可以说大相径庭呀。这还不到一天时间，他们就好上了，还特么在我面前演戏，把我当傻子，真他妈引狼入室呀！都说龙虎斗，龙虎斗，我是不是和二虎天生八字不合呀？他的出现曾经夺走了父母对我唯一的爱，现在更甚，直接朝我脑袋瓜子上扣绿帽子。如玉，知道吗？二虎从小最佩服的人就是武松。贾大龙，你什么意思？西西，你不是一直好奇他当年为什么会杀人吗？没兴趣，就算自己不听，他也会把话说完。其实我母亲长得很漂亮，在农村妇女里算是拔尖的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白，面容清秀，说是村花都不为过。我父亲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，可惜考了好多年，别说大学，连中专都没考上。他天天在家复习，不会干农活，全靠我爷爷奶奶养活。后来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没多久就相继去世了。我父亲家跟母亲家挨着，母亲喜欢我父亲的斯文，外公外婆就把她嫁了过去。后来外公外婆也走了，我父母都不会种田，就把6岁的我寄养在亲戚家，两人出去打工。结果在工地上，我父亲病倒了，他们就带着刚满1岁的二虎回了村。听我妈说，二虎的母亲应该是做小姐或者被包养的，生了二虎之后不想要了，所以送给了我妈。我妈不想让村里人知道，所以说是在垃圾桶里捡的。当时村里人还以为二虎有什么先天疾病或者残障，不然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，人家怎么舍得扔掉？应该说，二虎父母的遗传基因绝对不错。二虎从小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特别聪明，年轻的阿姨婶子们都抢着抱，看到他白白胖胖的样子，都恨不得在他脸上咬一口。你妈不是没奶水吗？她怎么长那么好？就是因为我妈没有奶水，村子里许多年轻的媳妇都抢着喂她。后来她性格多变怪异，时而聪明睿智，时而狂野粗暴。现在想起来，也是吃了很多人的奶的原因。那些年轻的媳妇们脾气各异，或多或少对她都有一定的影响。你还是说说，他为什么会杀人吧？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，具体细节也是后来听村里人说的。我上大学，二虎在县里读高中，平时都不常回家，家里就我妈一个人。不知道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有人故意挑拨，村里都传当时的村长和我妈有一腿。二虎本来只有周末才回村，可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星期3下午就突然回去了。他路上可能遇上了村里人，有人明里暗里跟他说了那些闲话。一进家门，看到村长在，他上去就对村长拳打脚踢，把人打趴在地后，还跑到厨房拿了菜刀，说要把村长那玩意儿剁掉。后来我妈拼命抱着他，他力气大，还是一刀下去，把村长那玩意儿砍掉了1/3。村长腿上也被划了道大口子，村长忍着疼往外跑，在门口又摔了一跤，现在都还半身不遂。就因为这事，二虎被判了6年。那你妈和村长之间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？
肯定没有。妈最首富到了，长得漂亮，但从不招摇。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加上村长平时得罪人不少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挑拨二虎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亲眼见过好几次村长和我妈在一起，村长每次来都会给我妈一张卡。我上大学的贫困助学金是他办的，第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他给的1万块。那时候我甚至龌龊的想，要是我妈多找几个男人，我是不是能拿到更多钱？因为我妈的事，二虎对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那种不正当的关系特别敏感。他年纪那么小就坐牢，也没见过什么女人。我知道你会做人，作为嫂子，你关心他是对的，但我怕他误解了你的意思。你应该看出来，他虽然不愿意叫我哥哥，却愿意为我出头。因为我母亲的事，他最反感女人出轨，同时又不允许任何人骂我母亲。他之所以对楼上的那位下手那么重，主要还是那个太妹骂我母亲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加上我小时候比较懦弱，二虎曾经说过，他会像武松保护自己哥哥一样保护我。高副校长，您找我？哎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二虎下午回来不是说事情已经摆平了吗？怎么还要去？他把人打了，高副校长出面是给面子，但该赔的礼，该出的钱少不了。高副校长都到紫罗兰 KTV 了，人家帮咱们办事，咱们总不能晾着他吧？要不等二虎回来一起？来不及了，走，我们先去撑场面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行，那快走。老婆，涂军他们是混社会的，就算有高副校长镇场，你等会说话也得注意，千万别流露出对他们的不屑。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添乱的。我明白，我尽量不说话，真需要道歉，我会开口。哎，二虎能有你这么个嫂子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你嫂阴阳怪气的，跟我提武松，把我当潘金莲。我要是潘金莲，你头顶早绿成草原了，轮不到等二虎回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情商高，会做人，怕你对二虎太好。他没接触过女人，容易误解你的好意，到时候好心没好报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哎呀，贾老师、温老师，你们可来了！怎么没见你弟弟二虎啊？涂老板客气了，高副校长打电话时，二虎刚好出门了，我们先过来赔个不是。嗨，都是误会！早知道你们是高副校长的朋友，我哪能闹成那样？高副校长在888包厢等着呢，跟我来！怎么了？高副校长的车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来这种地方哪敢开自己的车，怕纪委找事呗。可涂军也太客气了，他要是真不记仇，这事就算了，何必特意叫我们来？他们这种人既要里子又要面子，高副校长的账他买，但心里肯定膈应。我们来赔个礼，出点钱，大家都有面子。高一德在里面，高一德在里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头，我们被一个乡巴佬给揍了。一个乡巴佬就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，直接销户，不然我大头还有脸在海城混吗？
我没有那小子的联系方式。找高义德。晚上准备给贾二虎摆一道，只是担心他不肯就范，让你出面给贾大龙打个电话，就说晚上过来解决一下双方的矛盾。我这边会注意分寸，事后还会给你做好人操作的空间。你不就是看上了那个温老师吗？我把贾二虎搞定了，你也少了最大的障碍呀！我多次暗示贾大龙，贾大龙不仅自私，还是个怂货。如果屠军把贾二虎摆平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涂老板，高副校长呢？哦，高副校长在路上呢，马上就到。你们先过去坐会儿，喝杯茶等他。不了，涂老板，我们在外面等吧。你怎么不上天？去，在边上跪着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丫的聋了！头哥让你们跪在一边。我们走。恐怕你们出不去了。找死！老实跪在边上去，不然我让这些兄弟们轮了你。我们跪，我们跪。家里有座机吧？有。每隔1刻钟给家里打个电话，直到把你弟弟贾二虎叫过来为止。小姐，你没弄错吧？就这么个怂包，能有贾二虎那样的弟弟？你觉得聂勇他们是自己摔成那样的？看你伤得不轻，本来晚上想跟你玩个新花样，看来是没戏了。大头哥在这儿呢，哪轮得到我？小姐，急什么？刚才看你跟叶少在一起，就勾得我心痒痒。等搞定那个乡下小屁孩，我再好好搞定你。谁搞定谁还不一定呢。完事之后，有本事你别扶墙。打！看看你弟弟回家没？二虎，快接电话！我弟弟刚刚出门，恐怕没这么早回来。那你们就跪着，一直到你弟弟过来为止。涂老板，那什么，高副校长。现在还想着你们高副校长？就算是省里、市里的领导来了，都救不了你们。我根本没想过让贾二虎来救我们，只盼着冤有头债有主。贾二虎只要来了，他们总会把自己和温如玉给放了吧？只要这些人放过我，哪怕侮辱了如玉也可以，说不定还能成为副教授、教授、副校长、校长，最后说不定被哪个领导看中，进入仕途也不是没可能。然后我就可以威风凛凛的回贾家村，光宗耀祖。二虎，你看到字条了吗？别来，千万别来！你要是报警，我们还有活路。可大龙他……直接冲去学校揍人，太便宜他，反而落人口实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给高义德戴顶绿帽子，才算彻底断了他的念想。温如玉有贾大龙这层关系动不得，白洁平倒是个绝佳的替代品。养母说，我妈是个穿旗袍的贵妇，当年给了她2万块，让她带着我离开海城，还说我不是捡的，是亲妈亲手送的，车牌号是海 A8888，
这么多年了，这线索还管用吗？2万块在当年是巨款，海 A 88888的车牌更是罕见。养母说那是辆红色轿车。24年了，车怎么会这么新？养母说我妈当年30出头，现在都50多了，开车会这么猛？不管怎样，这车牌是真的，线索没断。大龙在海城教书多年，说不定认识车主。宝贝，够也够辣，老子就喜欢你这股劲！我勒个去！光天化日之下施暴，王法何在？妈蛋的，不是要扑上来办事吗？怎么一下子扑到那么远去了？是你！救命！哦，是你呀！刚才那些流氓是你打跑的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几个流氓想欺负我，是你救了我。酒，我要喝酒，头好痛啊！哪儿来的血？妈呀，你把我弄出血了！我被你泼……哼，天天跟混混厮混，倒还有脸说自己是处。你这个杀人犯，流氓！头好痛啊！光喝酒不吃东西，作死！你干什么？脱我衣服干什么？不要啊！你这个混蛋！你这个混蛋，有种杀了我，不然我一定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还有姨妈巾吗？有，在床头柜里。哦，二虎，身上来了是不能弄的，要不等我身上干净了之后，我再给你好吗？不是你想啥呢？你现在彻底清醒了吗？自己垫上，身体不舒服就下楼叫我，送你去医院。他没对我做什么，难道是也没有啊？你这个混蛋，谁让你提前洗澡的？姐现在就报警，信不信？啊！白天把姐侮辱成狗，
晚上又向玉清姑纵引幼姐上钩，门都没有。陈小姐，